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总有朋友问我，宇宙中太阳、行星、恒星、星系离我们都这么遥远，它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的大小到底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只不过由于这部分内容比较多，我打算用2期节目来介绍。另外，由于在测量天体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以及天体大小这2部分工作上，测量距离是重点。当您知道了距离之后，再利用一些几何和物理上的知识，就可以推算出天体的大小了。所以我会把介绍的重点放在如何测量距离上。天体与我们之间距离的测量主要包括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是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第二是太阳或者地球和太阳系以内其他行星之间的距离，第三是太阳与其他和太阳距离比较近的恒星之间的距离，第四是太阳与和它距离比较远的恒星或者是星系之间的距离，而第五是恒星和它们的行星之间的距离。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将重点向大家介绍前3项距离的测量。在后续的节目中，我会继续向大家介绍后续2项。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想办法测量我们与天体之间的距离以及天体的大小了。当时的古希腊已经有了一套即使是用现代眼光来看也比较科学的测量方法，只不过受到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测量的结果和实际相比偏差还是比较大的，因此我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人类真正开始比较准确地测量天体的距离，要等到17世纪初，开普勒3定律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之后。所以在介绍如何测量天体距离之前，我要先向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里会重点提到的2条定律，也就是开普勒第1定律和开普勒第3定律。开普勒第1定律也叫做椭圆定律、轨道定律，它的内容是每一个行星都沿着各自的椭圆轨道环绕着太阳运行，而太阳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根据开普勒第1定律，太阳系内所有直接围绕太阳运动的天体，它们的运行轨道都是椭圆。开普勒第3定律也叫做周期定律，它的内容是行星绕太阳公转周期的平方和椭圆轨道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关系，也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公式。在公式里 A 表示的是行星轨道的半长轴，而 T 表示的是行星的轨道周期。 K 是一个常量，它只与行星所围绕的中心天体有关。当我们讨论太阳系内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时， K 就只与太阳有关，而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某颗行星和它的卫星的时候，比如木星和它的卫星，这时候 K 就只和这颗行星，也就是木星有关。通过开普勒第3定律，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太阳系内行星的轨道和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与地球存在着屏幕上所示的那种关系。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公转1周的周期是1年。通过观测，我们还可以知道像金星、火星、木星这样的行星绕太阳运行的周期。那么即使我们不知道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具体是多少，但根据开普勒第3定律，我们也可以算出这些围绕太阳运动的行星，它的轨道半长轴和地球轨道半长轴的比例关系，就像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关系式一样。有了开普勒第3定律，再加上一些几何学、三角学的知识，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计算太阳系以内以及临近太阳系的恒星系统和地球或者是太阳之间的距离了。在我正式介绍天体间如何测距之前，我还得向大家介绍一种基本的距离测量方法——视差法。就是在2个不同的位置上对同一个物体进行观测，通过观察被测物体相对位置的变化，测量自己与被测物体之间的距离。
这种方法在军事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天文上应用就更广了。就比如在太阳系最重要的距离地日距离 AU， 最早就是用视差法测得的。为了让大家对视差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下面我要请观众朋友按照我的描述来进行一个小实验。首先，请用右手遮住您的左眼，然后举起您左手的食指放在鼻梁的正前方，慢慢伸直左臂并转动身体，使左手食指和前方几米外的某个标志物，比方说门的边缘，完全重合。在这个过程中，您需要注意的是，您必须不断地用右眼进行观察，始终保持您左手食指处于鼻梁的正前方。然后放开右手对左眼的遮挡，用右手遮住您的右眼。在通常的情况下，您会发现您左手的食指不再和门的边缘重合，而是向右移动了一小段距离。如果您感觉您手指移动的不是很明显，没关系，换成先用左手遮住右眼，然后用右手的食指重复上述动作，最后再把左手从右眼移开，遮住左眼，您就会发现您的右手食指向左偏移了一小段距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左右双眼在脸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它们所形成的像存在着一个视差，右眼看起来是对准了的，在左眼看来就不一定了。利用这个现象，就可以进行距离测量了。我就拿屏幕下方这2张图片为例，来说明视差法是怎么样进行测距的。一般而言，普通人双眼的瞳距是6厘米左右，对应的也就是屏幕上的线段 AB 等于6厘米。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假定手臂的长度是70厘米，就是屏幕上线段 AC 等于70厘米。对于屏幕上位于下方的左右2张图片，我们发现食指大约向右偏移了1/3棵树的高度。我们再假设树高是18米，1/3树高就是6米，就是屏幕上方的线段 DE 等于6米。据此，我们就可以估算出食指与树的距离 CD 大约是70米，而我们与树的距离 AD 大约是71米。以上就是用视差法测距的简单示例。当然，我们的估算十分粗略，但如果我们能够精确测量出关键的参数，视差法所得到的结果还是相当准确的。在天文学上，视差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天文学家用周年视差法测量距离太阳较近恒星的一个示意图。所谓的周年视差法是指天文学家在1年中相距半年的2个时刻，准确地测量出被测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这个变化反映到数据上是一个角度变化。由于地球的公转周期是1年，所以在相距6个月的2个时间点上，地球正好处于轨道的两端。这就相当于我们从相距1个地球轨道直径那么远的2个不同位置观测恒星出现的视差。有了视差，再利用几何学知识，就可以求出恒星和太阳的距离 d 与地球和太阳距离 AU 的比例关系了，也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公式。这其中 P 就是视差角。不过受到测角精度极限的限制，周年视差法只能测量离太阳比较近的恒星。如果恒星离太阳比较远，角 P 太小，就测不出来了。目前最精密的测量设备可以把测角精度提到大约是1%角秒，再高就超越了当前的技术水平了。如果我们不是想测量遥远的距离，而是想测量太阳系内的某个天体，比如太阳和我们的距离，同样可以使用视差法，但测量的地点就变成了地球上相距遥远的2处。你看，开普勒第3定律告诉我们行星轨道半长轴和地球轨道半长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行星与太阳的距离和地日距离的比例关系。
而周年视差法告诉我们，离太阳系比较近的恒星和太阳的距离与地日距离的比例关系，因此地日距离就成了关键中的关键。那么人类究竟是在何时，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第一次比较精确地测量了地日距离呢？1672年，法国天文学家让·里歇和意大利天文学家乔瓦尼·卡西尼运用视差法的测量原理，分别从中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和欧洲的巴黎同时观测夜空中火星相对于背景恒星的位置变化，计算出火星的视差角，再利用视差角以及圭亚那与巴黎之间的距离，计算出火星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最后利用开普勒第三定律计算出地日距离与火日距离的比例关系，从而推导出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也就是地日距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地日距离大约是 1.4 亿公里，这与现在依靠先进设备测量出的 1.496 亿公里相比，误差只有 9.35%， 算是相当准确了。后来在天文学上，地日距离作为最为重要的测量基础数据，被当成一把小尺寸的量天尺，被称作天文单位，英文缩写是 AU， 它也是天文中最重要的基础测量单位。在太阳系内，几乎所有的距离都用 AU 来表示，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距离大多是通过地日距离推导出来的。但作为临近太阳系的恒星，把 AU 来作为一把尺子就显得太小了。毕竟离我们最近的比邻星离太阳也有 4.24 光年，如果用 AU 来表示，那大约是268800个 AU。如果把它用于描述更远的恒星，那将是长长的一串数字，用起来实在是不方便。于是大家又回到了用我刚才曾经介绍过的视差角来表示太阳与恒星之间的距离。一个秒差距表示的是视差角为1角秒时太阳与恒星的距离，这个值大约是 3.26 光年。在这儿有2个相似的名词，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搞混。第一个是秒差，表示的是天体在测量中的视差角，而第二个是秒差距，表示的是基于视差角所对应的天体距离。刚才我提到，一个秒差距表示的是当视差角为1角秒时，天体与太阳的距离，也就是 3.26 光年。但如果我说某恒星与太阳的距离是10个秒差距的时候，表示的是这个恒星与太阳的距离是 3.26 乘以10等于 32.6 光年。但此时恒星的周年视差角是1/10角秒，而不是10角秒。前面我提到过，由于受到测量仪器精度的限制，现在人们的测角精度大约是 1% 角秒，所以用视差法测量天体与太阳的距离一般不会超过100个秒差距，也就是326光年。如果想对再远的恒星和星系与我们的距离进行测量，那就得用别的方法了。至于具体是什么方法，我会在后续的节目里向大家介绍。说起地日距离的测量，还有一个故事我一定要讲给大家听听。1769年曾经发生过一次重要的天文现象——金星凌日，这也是进行地日距离测量的绝佳时机。如果说前面提到的1672年的那次地日距离测量是通过视差法观测火星，先算出地火距离，再推导出地日距离的方法，还是一种地日距离的间接测量方法的话，那在地球上相距遥远的2处同时观测金星凌日现象，则可以直接计算出地日距离。因而用金星凌日法测量地日距离，在原理上就更具优越性。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欧洲的天文学家和当时已经航行到塔希提岛的库克船长进行了一次相当成功的合作，测得了更为准确的数据。在这儿我要特别强调的是，1769年英法正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为了完成这次历史性的科学探测，
法国政府特别下令，法国海军不但不得攻击库克船长的奋进号帆船，还必须向他提供保护和必要的协助。也就是说，即使是在1769年，当时的英法两国就已经认识到人类对科学的探索是要高于国家之间的争端的。1771年，正是依据1769年金星凌日观测的数据，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计算出了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 1.52 到 1.54 亿公里，这和咱们今天所认知的 1.496 亿公里相比，误差只有 2.27%， 测量精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有了地日距离，太阳系内其他行星与太阳的距离也马上就可以确定下来了。同时，确定了地日距离之后，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太阳的半径了。因为从地球上看，太阳的视长角大概是 0.533 度，人们利用三角学计算，再代入地日距离的 1.5 亿公里，马上就能求出太阳的直径大概是140万公里。类似的，我们也能求出太阳系内其他行星的直径了。就这样，人们利用开普勒定律和几何方法，确定了太阳系内主要天体以及邻近的恒星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关于天体距离和天体大小的测量，今天我就暂时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完之后有什么想法或者是看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后续的节目里，我还会继续向大家介绍人们是如何测量较远的恒星和星系与我们的距离的。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